块垃圾废料，还用得着这么小心吗？就是，肯定什么都没有。出绿了，这水头看着不错呀。这废料还能出绿？不可能吧？哎，小姑娘，这样我吃点亏，1万块卖我是3万。这玉看着色泽匀亮，规模不小啊，肯定有不少升值空间。姑娘，8万。这不是我250卖出去的那块废料吗？竟然出绿了！哎呀，亏大了！姑娘，这石头在完全切出之前，那都是有一定风险的。这样，10万块，你爽快答应，咱直接成交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这块石头我还要继续切，师傅帮我全切。小姑娘，我可好心提醒你啊，这块石头如果全切不出绿的话，可就不值这个价钱了呀。您放心，师傅，我有数，开吧。哼，10万都不卖，等这块玉切出来跌啦，你可就有的哭喽。这年轻人不都是贪心不是？看到一点利润就想赌更大的，这下有好戏看。全绿啊！这可是高逼如翡翠啊，这太厉害了！250买的废料竟然能切出这么上等的翡翠，这简直是一本万利啊！哎，姑娘，18万卖给我好不好？这翡翠竟然这么值钱，发财了！这么大一块翡翠可不常见啊！我20万。小姑娘，我出22万，我出26万，我30万，10万。京师第一珠宝商严青瓷，他可是严氏商会最年轻的继承人。继任严氏商会以后，利润翻了好几番儿。没想到他也看上这块原石了。这块玉石虽然不大，但是成色罕见，50万是公道价，不知柳小姐愿意卖给我吗？没想到严青瓷竟然有这么大的背景，不过人倒是挺爽快。成交。250，这么一会儿就变成了50万，发财了！严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喜欢赌石啊？直觉告诉我，跟着你一定能找到好东西。那你眼光不错嘛。严青瓷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还行吧，再看别的吧。哎，那不是柳世萌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，他家都破产了，还想着靠赌石发财呢，真是白日做梦。走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柳家大小姐吗？家里都破产了，还有钱来赌石呢？柳世萌，瞧你现在这穷酸样，该不会是来捡垃圾的吧？你看清楚了，你的男朋友现在是我的呢。捡垃圾？结果骂人都没见过骂自己的。你不是刚捡了我不要的垃圾吗？你敢骂我是垃圾？骂的就是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软饭男。我没看错的话，你手上戴的手表还是我送的吧？你还好意思带出来显摆？别管他们，我们继续看。老板，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哎，好嘞。柳世萌，你可真会挑呀，专挑别人不要的垃圾。哎，真是穷疯了。苏然，别这么说，他可能也只买得起这些废料。老板，这些全加在一起多少钱？姑娘，这些都是废料，全部打包500块。成交。怎么突然一下买这么多？我看这里边也就1-2块成色还不错，其他的再怎么看也是废料啊。哎，真是穷酸，这些废料还不如我们家地上铺的鹅卵石值钱呢。苏然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如果这些石头开出绿了，你就躺地上滚出这条街；如果没有，那我就跪下给你磕3个响头。柳世萌，你真是可笑！这些废料要是能开出绿来，我不仅滚出这条街，我还额外再给你20万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
要是开不出绿，你就要立刻跪下，给我和浩宇磕3个响头，怎么样？敢不敢赌啊？别冲动。哟，你还维护上他了？要是等会儿没开出来，你要不要陪他一起跪啊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要是不说话，差点就把你这个垃圾给忘了。行，那再加一场，如果开出绿了，手表物归原主。好，没问题。放心，这些都是废料，他敢赌，我就奉陪到底。师傅，全签了。好。出绿了！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有本事你全切开！姑娘，还切吗？切。好。我就说是皮绿吧。刘世萌，你输了，赶紧跪下磕头吧。刘世萌，认输吧，别丢人现眼了。什么？算了。急什么？这才第一块。师傅，继续。好。哎，果然废料就是废料。刘世萌，4块都没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赶紧跪下吧！苏冉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个大的？你还有什么可以赌的？你现在连房子都没了。我最后这盘不仅是翡翠，而且是少有的冰种帝王绿。你赌吗？就赌你从我爸那儿拿走的子公司的股份。我操，我这么大！如果我开出帝王绿了，股份归我，你滚出这条街。如果没有，那我柳世萌今天开出来的所有东西，包括将来会得到的有价值的东西，全归你。好，我跟你赌，今天这么多人可以帮我作证，免得你耍赖。什么？这块石头脾性极差，求不可能。师傅，切吧。帝王绿，真的是帝王绿，这颜色，这水头，极品啊！这得值多少钱？几百万？上千万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绿色一看就很假。怎么会？严总，要不你帮忙看看？哎，等等，凭什么让他来看？他一个小白脸懂什么行？我看你们就是串通好的，要骗我。小白脸儿，忘了告诉你，严青瓷，严氏商会的总裁，我的男朋友。什么？江湖救急啊，大哥！这次你帮我，下次我有好东西一定先想着你。柳世萌，你敢背叛我？你什么时候跟这个野男人搞在一起的？严总都不认识，还来赌石，真是个草包。严总现在可是珠宝界的巧手，最权威的鉴定专家，竟然还有人说他是骗子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认识严总？苏冉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垃圾啊？小机灵鬼！玻璃中帝王绿，纯净无瑕，色泽均匀，罕见中的极品，市场估价最少800万。这一定是假的！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苏
苏冉，我们今天对赌的所有内容我都录了音，包括在场这么多人证。如果3天之后我没有收到你的股权转让合同，那么就法庭见喽。有事吗？你敢算计我？可是你要先跟我赌的。你给我等着！哎，别忘了从这条街滚出去啊！这下爸爸的公司总算保住了。苏冉这个猪脑子，就等着回去挨骂吧。刚才你是故意开出几块废料，刺激他加大赌注的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真不愧是严总。我呢，这叫智取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很佩服啊？喂，好，你别急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弟弟在图书上被人扣押了，我要去救他。我开车来的，送你去，走。好。姐，放开我弟弟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但是你们非法扣押工人，我不介意叫警察过来了解一下事情经过。姐，你没事吧，小凯？对不起姐，咱家破产以后，我就想出来搬货补贴一下家用，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让我搬的是古董花瓶，我不小心给打碎了，对不起姐。没事了，小凯，姐姐在。你们让一个刚入职连操作规范都没摸清的新人搬运古董花瓶，你们分明是趁机害人。花瓶在哪儿？我要检查。他就是一个搬货的，我让他搬啥他就得搬啥，把东西弄坏了就得赔。这是明清花瓶，市场价500万。你说这是价值500万的明代青花？对呀，这可是古董，你一个外行人懂什么？这碎片断面粗糙，甚至有机器压制的痕迹。你说这是古董，你蒙谁呢？你把我们当冤大头啊？你发生什么事了？别走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新来的把你祖传的那古董给弄碎了，还不想赔钱，还胡搅蛮缠的说这是个赝品。杨总，这个花瓶确实是赝品，但是我们没有污蔑他，更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。你看他还嘴硬，这分明就是想耍赖，不想赔钱啊！杨总，这花瓶是我爷爷留下的，曾经找专家鉴定过，确实是乾隆年间的产物，不可能是赝品。这花瓶釉面火光太新，底足落胎处做旧痕迹明显，接胎手法也是现代风格，这确实是个赝品，而且仿得很粗糙。你又是谁？凭什么说我的花瓶是赝品？严青瓷，现任金市严氏商会院长。如果您不信任我，可以找文物局的人来鉴定一下。你是严振海严老的儿子？您认识我父亲？难怪看着面熟。严老的眼光众所周知，可这花瓶当年严老看过，确实是真品，没错。您看，这是严老出的证书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玩的是这出狸猫换太子的把戏，因为这根本不是杨总的花瓶，真正的古董花瓶在那儿。杨总，那只是我装废纸的废纸箱子，你可别听这个女人瞎说呀！我看这个尺寸和高度，刚好能放一只瓶子。你说只是废纸箱，未免太不巧合了吧？杨总，你让开！
有什么好说的？丫头，我知道错了，怪我一时鬼迷心窍。只能晓得他是个新人，我想从他身上讹上一笔。丫头，真的，我哪敢摔啊！我用赝品把他给换了出来。报警，把他带走。丫头，丫头，丫头，我知道错了，丫头，丫头。小兄弟，对不住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这是3妹的工资，算是一点补偿。谢谢杨总。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我这儿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轻松点的岗位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谢谢杨总好意，不过不用了。以后家里有我，你就好好读书，学费的事情就交给姐姐。也好，严总，今天多亏你跟这位小姐明察秋毫，改日我登门道谢。杨总，客气了。要不我先送您俩回去。虽然刚才在赌石街已经赚了一些钱，但还上家里的债，还有小凯的学费，还差得很多。我记得刚才来的路上好像有一个古玩市场，说不定在那儿还能赚上一笔。小凯，你先跟严总回去，姐姐还有点事儿。严总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去赚钱了。刚才路过这家店，就发现附近闪着金光，果然有好东西。随便看啊。市值不详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哦，那个，我500块钱收到了。你要是喜欢的，1000块钱拿走。行，我要了。捡到大漏了！这年头，小姑娘真是人傻钱多。老板，这个玉雕在哪？我把它买下来。这个呀，这个我刚才已经卖出去了。什么？你卖出去了？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走远，你现在追出去的话，应该还可以。嘿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干什么？你想搬到抢劫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条古玩街上可都是便衣，你可别胡来。抱歉，你能把这个玉雕卖给我吗？多少钱都可以。看样子也就是个大学生，肯定没什么钱。我可是要靠这个玉雕赚一笔的。不行，这个玉雕是我先看中的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我不卖。1000万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出1000万买。我的天哪，这哪是什么玉雕啊？这明明就是我的财神爷！这不是普通的玉雕，这是我外公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作品。外公去世后，家里的保姆就把他给偷出来给卖了。我整整了好几个月才找到他，所以只要你肯割爱，价钱好商量。1000万不行，那就2000万。1000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现在就给你写支票。不用，1000块而已，微信转账就行。1000？愣着干什么？你不要啦？啊，要，谢谢。
太谢谢你了。物归原主嘛，应该的。你回家以后可要好好收起来，别再弄丢了。那个，我叫姜四，我请你吃饭吧，要不然我带你去拍卖会再买一件宝贝，就当是谢礼，怎么样？拍卖会？那我岂不是又能狠狠赚一笔了？好，我们就去拍卖会。等会儿看中什么，直接拍就行，不管你看中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那多不好意思啊，要不然这样，要是我拍下来的藏品升值了，赚的钱咱们5-5分，怎么样？我来之前已经做功课了，今晚的藏品大多都是收藏型，流通性一般，升值空间也不大。所以说呀，别管什么赚不赚钱了，挑点你喜欢的就行。那你一会儿可要扶好下巴，什么意思啊？别惊掉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刘世萌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就又勾搭上新男人了。哎，刘世萌，我看呀，你就是上次在赌石街走了狗屎运，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什么时候连破产的穷光蛋都能进拍卖会了？啊！那也比某些人靠捡别人不要的特价男模充门面强。你给我等着！欢迎大家来到慈善拍卖会。今日拍卖会的所有收益都将捐献给希望之家慈善机构。下面我宣布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本轮拍品：清代翡翠貔貅摆件，起拍价50万。12万。你上来就拍啊？这后面还有不少好东西呢。你放心，这个值。怎么还有人2万2万的加呀？真是穷酸。我出80万。85万。150万。150万，还有再加的吗？150万1次，150万2次，150万3次，成交。蠢货！你不是说这个貔貅值钱吗？怎么不跟了？是值钱，但是最多只值100万。苏冉花了150万，已经是溢价了。而且这个东西流通性差，很难原价卖出。他拍下就算是砸手里喽。真的假的？2周之内，苏冉肯定找人低价卖出，你就等着吧。那个女人什么来头？去查查她的资料。第二件拍品乃当下国画大师林松谷先生门下弟子李默所作。林松谷的话确实是千金难求，但他弟子的就……仿再像也是假的，没意思。唉，早知道这场拍卖会的含金量这么低，本小姐就不来了，浪费时间。此画虽是弟子习作，但已得林老神韵，摆在书房倒是不错的选择。起拍价10万。不对，学徒的画怎么会拿到拍卖会上竞拍？一幅弟子作品也敢10万块钱起拍，傻子才会不30万，30万，30万。这位小姐出价3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不是，你真的要花3倍价钱买一幅学徒作品？真以为自己是捡漏王啊？这拍卖会的门槛真是越来越低了，把穷酸味这么重的人都放进来了。
竟然花30万买一幅学徒的画作，真是人傻钱多。估计是哪个暴发户家的，不懂行。30万1次，30万2次，3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小姐。本来还想着拍一件好的，好好报答你，可是没想到你竟然拍一件最……唉，算了，你喜欢就行。等会儿再拍一件贵的，好好报答你。你放心，咱们赚大发了。说好的啊，55分。发大财！就凭这幅学徒的破画，柳世萌，你做梦还没醒吧？能借个光吗？我想确认一下画作。怎么？是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在干什么？破坏画作，这也太不尊重人了。这位小姐，请你立刻停止。柳世萌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保安呢？快点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人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老师，麻烦您看一下这幅画。这一泥，这作画技巧，这是林松谷老先生本人的私印。这画是林老真迹。不是说让你扶好下巴吗？怎么还真掉了？你不可能，这明明是李默的画，怎么可能是林老的真作？肯定是你们结合起来联合作假。这皴法，这留白，确实是林老早期的风格，学徒是绝对画不出来的。我的天哪！林松谷真迹在市场上至少价值1个亿呀！30万，这翻了多少倍啊？发了，我们真的发了！柳世萌，你也太神了！柳诗萌，走吧。已经找到了。不可能！柳诗萌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拍卖会上公然造假！哎，你这个人我造假！苏冉，男人可以常画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刚才大家有目共睹，我只是擦掉了这幅画上表面的字迹，而下面林老的印是早就在的。你说是就是，谁信呀？诸位，这明明是学徒李默的画，是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把戏，将林老的假印加了上去。这么低劣的手段，你们也信？是呀，苏小姐说的也有道理啊。是啊，太巧了，怎么他一擦就擦出来真迹了？你放屁！诗萌凭什么造假？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林老。为什么？为了钱呗。一个破产的千金，想在拍卖会上哗众取宠，继续维护他那可怜的自尊心。柳诗萌，你为了装腔作势，居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真是恶心透了。苏冉，你不懂就不要在这儿说一些丢人现眼的话。林老早年善用积墨法，层层叠加，墨色深厚透亮，而这幅画墨色层次显然就是出自林老之手，旁人是模仿不来的。这位小姐说的没错，这积墨法的确是林老的独家手法。此画的细腻程度可绝不是一个学徒能轻易习得的。你牙尖嘴利的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提前研究了林老的画风，故意模仿出来说的？空口无凭，谁不会编啊？那这个呢？林老作画有一种独特的习惯，早年喜欢用一种独特的松烟墨，其中的一味材料会和宣纸上的成分偶尔产生反应，经年累月就形成了这种核心点。好，
天哪，这是林松武林老先生本人，他怎么来了？严氏商会的严总也来了，难道这画真是林老所作？那这30万可分分钟就变1个亿了。林老、严总，您二位怎么来了？严青瓷，这谁呀？我朋友严青瓷，严氏商会的掌门人，也是一位很厉害的鉴定专家。这人看着不大，来头倒不小。你不是说有黑幕吗？那不如请这幅画的作者本人亲自解释一下。这幅画确实是老夫早年所作，多年前呢，把此画署名改为学徒李默，是为了寻找一位真正懂画的人，而非是看中我名气的人。没想到今日被人一眼识破。林老，这位就是认出您画作的柳诗萌，柳小姐。柳小姐，你眼力非凡，心思剔透，老夫佩服啊！林老，您过奖了，晚辈只是运气好。我哪敢说是因为透视眼看到了才觉得值钱。柳小姐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老夫想和您交个朋友。林老先生居然要主动和一个小姑娘交朋友。林老，您言重了，晚辈怎么好意思跟您这种大家交朋友啊？不过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登门拜访。好好好。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现在连林老本人都说，这幅画作就是他本人所画。难不成你是觉得我们和林老联合起来骗你？竟然敢质疑林老，真是个不识货的草包。没错，我看他一开始就在针对柳小姐，分明啊就是他嫉妒柳小姐。苏小姐，你要不要也把你那价值150万的貔貅刮开看看？说不定里面也藏着黄金美玉呢。柳小姐，这是我最得意的一幅画，今天能遇到懂画的你，老夫无憾了。林老，您言重了，这幅画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林老，先带你去休息室歇着。走。你太牛了，柳世芒，30万变1个亿啊！我这辈子都没做过这么划算的生意。你慢点，别把画给摔了。瞧你话说的，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？说吧，想让我怎么感谢你？要不然我让我爸把这幅画买下来，价钱随你开。这画是你出钱拍的，本来就是你的。说好的升值的部分55分，我已经赚很大了。就算我薅羊毛，也不能只逮着你一个人薅啊！仗义，太仗义了。严总，你不是去送林老了吗？是吗？林老女儿就在门口，我就把她交给她了，放心吧。这样啊，严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这幅画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卖给我，价钱好商量。买画？我记得严氏主营珠宝玉器，什么时候也对买画感兴趣了？是这样，家父与林老是故交，他曾多次提起遗憾未能收藏林老早期真迹，所以我想……抱歉，严总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不过这幅画是江四拍的，我们会找到更合适的买家的。听见没有？这幅画可是我和师萌的共同财产。那我请你吃饭。严总，公共场合你这样做不合适吧？再说了，师萌刚刚跟我说了，要跟我去吃庆功宴，我先来的，你排队去。柳小姐，方便聊一下吗？你又是谁呀？这位是林氏总裁林渊先生。柳小姐，我想高价买下你手中的春山小乌图，
送给家父当寿礼。林氏不就是那个金氏首富吗？这幅画市值1亿，但作为寿礼又是极巧，可以小小宰一下这只肥羊了。抱歉严总，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。好，那我先走，注意安全。请问林总愿意出价多少呢？3个亿。如果你觉得价格合适，我们可以现在交易。3亿，直接翻3倍，买，必须买。林总爽快，但是我方便问下缘由吗？毕竟你这溢价也太多了。家父病重，他最大的心愿便是收藏一幅林松谷先生的真迹。医生说他时日不多，还望柳小姐成全。好，我卖。谢谢。多谢柳小姐成全。不客气。你干什么？林总，您最近是不是经常食欲不振？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手腕上的位置经常会发麻刺痛。确实是这样，不过可能是因为休息不够。林总，您手腕上的淤青不是简单的磕碰，您中蛊了。中蛊？您的手腕上有一条蛊虫，它现在正在潜伏期，所以症状并不明显。但下蛊之人目的不只是你。你的意思是，被下蛊的还有别人？林总，您家里最近是否有持续高烧、呕吐这类症状的亲人？我的父亲就是这个病。您父亲这种症状多久了？到今天一共有7天。第7日，子母骨相连，若母骨宿主在7日之内得不到救治，必会呕血而亡，而子骨宿主也会受到重创。林总，必须马上带我去见您父亲。林总，老爷子病重乃是林家秘事，不能随意让陌生人知晓，万一他要是泄密……多谢柳小姐关心我父亲，不过现在家中有顶尖的医疗团队在治疗，就不麻烦柳小姐白跑一趟。今天是第7日，如果再不把体内的蛊虫取出，您父亲会咳血不止，最后不治生命。胡说！老爷子只是昏睡，从未吐血。你是从哪里知道老爷子病重的消息？简直是危言耸听！大少爷，不好了！老爷子突然大口吐血，怎么都止不住。医生说老爷子怕不行了。备车，回林家老宅。是。你跟我走。今天不能请你吃饭了，改天啊。哎，下次不能再食言了。大少爷，您回来了。不，这位小姐是？柳小姐是我找来的医生。父亲怎么样？血暂时止住了，但人昏迷不醒，气息很弱。医生说气管也在快速衰竭。既然已经昏迷了，必须赶快把体内的蛊虫取出来，不然老爷子会有生命危险。管家，麻烦您准备1盆温水，1套消过毒的银针，越快越好。可是，照他说的做了。是。去准备1盆温水，还有1支消过毒的银针。那么年轻的姑娘，她懂什么医术啊？大少爷也是心急乱投医。林总，老爷子一直高烧不退，刚准备要打退烧药，不过老爷子什么时候醒来，还得看他自己了。哎，这位小姐，您没有消毒，不能靠近病人。病人又不是做手术消什么毒，倒是你一个西医，你除了会打退烧药还会干嘛？我是林总请来给林老爷看病的，退下。林总，这太胡闹了！
老爷子身体虚弱，经不起折腾啊。哎，我说你连自己便秘1个星期都治不好，还想拦我？你赶快回家喝点番泻叶泡水吧，别在这儿事。医生，你先在旁边稍后。不客气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，竟然给父子俩同时下毒，还是危及性命的子母蛊？大少爷，柳小姐需要的东西准备好了。谢谢。柳小姐，他这是不信任我。林总，如果老爷子因为我有任何意外，你可以随时处置我。如果我父亲出现任何问题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老爷，找到你了。成了。快住手！老爷子身体本来就虚弱，再这样咳下去会出人命的。管家，拿盆来。哦。天哪！我父亲他。好啦，母蛊已除。那这……把这盆水端下去吧，连盆带虫用草木灰烧了，再埋在地下3尺。我去办。老爷子已经没事了，好生休息，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醒了。之后呢，再多给他吃一些温补的流食就行。林总，老爷子的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柳小姐，谢谢你。这个是你救我父亲的谢礼，以后还有什么问题，尽管跟我说。林总，谢礼就不必了吧，你不如等我把下蛊之人找到，再谢我也不迟。下蛊之人，你知道是谁？我不仅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已经等不及，要自投罗网了。老头子，妈，月儿，你父亲怎么样了？林夫人，你来的正好。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林夫人，我叫柳诗萌，受林总所托来看一下老爷子的情况。我去看一下你父亲。父亲刚刚吐出蛊虫，已经没事了，现在需要静养，是这位柳小姐治好的。蛊虫取出来。啊不，你说什么呢，林渊？什么蛊虫？你父亲只是病了，可不能瞎说啊！是你在妖言惑众。管家，管家，夫人，将这个妖女赶出去！我们林家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？这不大合适啊。好啊，我现在说话是不好用了吗？柳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谁都不能赶走她。
林夫人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呢不仅会解蛊，而且也知道下蛊的人是谁。你说什么？您的手腕内侧是否有一处相似的会发麻发痛的淤青？子母骨同生共息，母骨宿主濒死，子骨亦受到重创。您此刻是否感到胸口微微发痛，气息不稳？妈，真的是你？为什么？不是我。林夫人，其实现在无论你承认与否，已经无所谓了。子骨已解，母骨仍在您的体内。如果我不出手，不出1个钟头，您就会像老爷子一样，心口绞痛，直至昏迷不醒。拿针来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是我下的蛊虫，我恨了他20多年。父亲对你一向尊重，你为何如此狠毒？尊重就是巧取豪夺，毁我一生吗？妈，你说什么？当年我已有婚约，有个心心念念的爱人，被他逼走，家族破产，他逼迫我父亲将我强行嫁给他。什么林夫人，不过是他抢来的战利品。林夫人，那你可知你当年那个未婚夫卷走你家族最后一笔救命钱，远走海外，早已生儿育女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猜，只有林老爷才最清楚当年的真相了。婉儿，老爷，你醒了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身体还好吗？婉儿，你终于肯听我说过去的事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，何必再装深情？我恨你，知道吗？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当年苏家陷入跨国诈骗圈套，欠下了天文数字。你的未婚夫李胜就是主谋之一，他接近你就是看中了苏家的财富。事发以后，他携款潜逃，留下你父亲面对巨额债务和牢狱之灾。不，你骗我！阿胜他不会。我当年恰巧在调查这起诈骗案，当我发现真相时，你父亲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意欲跳楼自尽。是我拦下了他，提出联姻，以林家的财力填补窟窿，平其事端。条件就是娶你。我承认手段不光彩，是乘人之危，但我若不那么做，苏家顷刻覆灭，你恐怕也…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你信吗？你那是陷在爱情里，对我恨之入骨。后来有了渊儿，我更不敢说破，怕影响你们母子关系。那个李生，3年前已在国外车祸身亡，证据
我一直留着。你自己看看吧。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这些年我很错了人，我还对你有过，我差点害死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都过去了，婉儿，我不怪你，这股就当我还当年我强求你的债吧。五毒一姐，二位心结已开，往后好好相处就是。刘小姐，你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解开了我林家数十年的死结，大恩不言谢。林家宝库，你任选一件宝物带走，全当谢礼。林老先生，您言重了。元儿，带刘小姐去吧。好。六小姐，这些都是林家这几年收藏的一部分，你慢慢看。这么多宝贝，这林家果然是大户人家，这可比什么赌石街拍卖会里的宝贝厉害了不知道多少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总感觉还差一点。你慢慢看，这里有的是稀罕物件。林总，这个木匣我能打开吗？无妨，请便。这个是父亲早些年收藏的一块奇石，因质地不明，无人能鉴定其价值，所以一直闲置。怎么，你认识此物？略知一二。林总，我想要这个。可以吗？当然，他蒙尘多年，你能让他重见天日，也是缘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东西的价值根本不能用钱衡量，这次林家来的太值了。刘小姐选好了，是哪件宝物？这个。这，刘小姐。珍宝库里啊，珍宝无数，你怎么就选了这一家？是不是不好意思挑贵的？千万别客气啊！林夫人，我觉得宝物最重要的是合眼缘，我就觉得和他有缘，而且说不定对林老先生的身体恢复有益呢。父亲，柳小姐眼光非凡，我想选中此物，必有道理。好，柳小姐喜欢就好。我准备将林氏集团旗下的凌运珠宝10%的股份赠予刘小姐。啊，林老先生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，救命之恩，解家之困，岂是一件宝物能报？凌运珠宝主营翡翠玉石，与你所长正契合，股份不多，算是林家的一点心意，也算与你结个善缘。万勿推辞。凌运珠宝10%的股份，那可是市值好几亿呀！再加上这个天髓玉胎，今天真是赚翻了。那就多谢林老先生了，师蒙定不负所托。我接个电话。师蒙，明天严氏商会内部有一场高级翡翠原饰品鉴会，来的都是顶尖供货商。上那真的好亮，有兴趣来看看吗？当然有兴趣，多谢严总。好，明天上午10点我去接你。好。这两个人怎么跟商量好似的，一起打给我？是吗？我跟我爸说了你的事情，他特别想见你这位神眼侠女。我们家3月的私人收藏交流会来的都是圈内大佬，有不少好东西留着，你来了
少爷邀请，我敢不来吗？时间地点发我。对了，那天拍卖会的庆功宴还没吃呢，你可记得下我一顿大餐？记得呢，记得呢。明天的本分，严歌词的指导，相似的人脉，透视眼，加上接住，英式女首富，那还不是手拿把掐？是吗？你不是说今天有原始品鉴会吗？我就赶快来了。在哪儿呢？都在展厅里，供货商已经将原石摆好，就等你来一起开始。那我们赶快进去吧。是吗？你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感觉你有点累，想着你可以休息一下。不过你应该也不想休息吧？你放心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刚刚有点晕车。我们赶快进去吧，都在里面了。买一杯咖啡送来，要快。今天这些料子标价都在100万以上，有几块是全赌料，风险极大，但据说出自民坑，你重点看看是哪几块。就是他了。严总，这位小姐是？这位是柳诗萌，柳小姐，我找来的赌石专家。这块莫西沙的黑乌沙皮可紧，有险，但打灯表现一般。我们评估风险比较高，所以底价只定了800万。底价只定了800万。诗萌，你觉得呢？皮革是丑了点，不过我赌他肚子里有货，而且还是顶级货。严总，要不要信我一次？好。这块料子严是要的。哈哈哈，严总，爽快！哎，我们就现场开啊？不急，等交易完成，运回严氏私库再开。若真如你所言，诗萌，你帮了严氏一个大忙。互利互惠嘛。不过严总，要是开出来的东西远超价值，那我能要一部分佣金吗？当然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们都可以谈。出绿了，这水头，这颜色，帝王绿，而且还是玻璃种。我解释30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完整的一块帝王绿。诗萌，你有一次让我震惊了，这原石的价格不可估量。恭喜严总，袁氏这次又要名震界内了。虽然早就看到了这块原石内部的样子，但亲眼看到它切开后的样子，可真震撼啊！这下值了。出绿了，这水头，这颜色，帝王绿，而且还是玻璃种。我解释30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完整的一块帝王绿。诗萌，你有一次让我震惊了，这原石的价格不可估量。恭喜严总，袁氏这次又要名震界内了。虽然早就看到了这块原石内部的样子，但亲眼看到它切开后的样子，可真震撼啊！这下值了。
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的世芒神长的。世芒，这是我爸。柳小姐，久仰，犬子对你可是推崇备至啊。江伯伯好，是姜丝太夸张了，我只是运气好。你哪里是运气好？你简直就像是有了透视眼一样，完全是鉴宝专家呀！真被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有透视眼。柳小姐，听说你对古董鉴定也有独到之处，正好，我刚收了一幅画，说是唐伯虎真迹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，你给瞧瞧。好，就是这个。江伯伯，您这幅画能否让我看看表背的接口处？请便。江伯伯，您这幅画是赝品，而且还是近代20年内的高仿。什么？假的呀？刘小姐，可是这画卷、这墨色、这画风都与唐寅晚年作品特征吻合，好几个鉴定师鉴定了半天都没挑出大毛病啊。江伯伯，您看，这表背的接口处用的是化学粘合剂。虽然做旧，但结构不同。还有这画卷的经纬线密度过于整齐，这是近代机器制造的特征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墨。唐伯虎所用的松烟墨，历经100年会形成特殊的沉降和光泽，而这幅画墨色浮于表面，还有轻微的丙烯酸树脂的味道，这是近代的仿古材料。江伯伯，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取一点纤维和一点点墨，送去专业的机构做碳14和成分检测。不必了，柳小姐眼光如此毒辣，我信。看来是我打眼了。不过柳小姐，能否帮我看看另外几件东西？愣一下啦。是吗？你也太神了，你就是我的神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真是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啊！柳小姐，有没有兴趣做我们江氏艺术投资公司的首席鉴定顾问？条件随你开。多谢江伯伯厚爱，我可以挂名顾问，参与一些重要项目的鉴定，但是我的主业还是在翡翠玉器和寻宝上。明白，人各有志。这样，江氏旗下有一家小型拍卖行，效益一般，但渠道不错，我把它转到你的名下，由你全权经营，盈亏自负。但江家的资源你可以随意调用，就当是谢礼，也是对你未来的投资，如何？江伯伯，这太贵重了。我相信我儿子的眼光，更相信我自己的判断。柳小姐，值得。多谢江伯伯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你看我胳膊，要是咱俩一起来，那岂不是横扫拍卖界？哈哈哈。谁能想到3个月前我还因为破产在酒吧买醉，而现在我在这里有了自己的鉴宝集团。这一切真的就像一场梦。进来。刘总，这是今天需要您签字的文件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着吧。刘总，
还有林氏集团林总约您下午3点在旋转餐厅共进下午茶，讨论凌运珠宝新品开发事宜。他会到公司来接您。林渊，倒是许久未见他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告诉他我下午会来的。另外，严氏商会的严总早上来过电话，邀请您参加明晚的慈善晚宴。江少那边也发来消息，说拍卖行那边有几件压箱底的宝贝，想请您过去长长眼。行，看来今天的安排还挺满的。那你帮我安排一下，下午和林总的见面不能迟到。严总和江少那边，我会亲自回复。好的，刘总。哎，对了，苏氏集团那边传来消息，苏冉因为经营不善，被他父亲剥夺了管理权，现在被派到分公司去了。我知道了。苏冉、郭浩宇，那些欺负过我的人，现在都在为生计发愁，而我已经站在了他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上，这就是逆袭的滋味。特别的礼物，有意思。很准时。林总邀约，我怎么敢迟到？这不开完会马上就过来了。叫我林渊就好。我们现在不仅是合作伙伴，也是朋友。好，林渊。哎，你看我的新办公室怎么样？虽然说肯定不如你们林氏，但是也算是舒舒服服的。这林氏是家族企业，你可比我强多了。再说，今天我喊你过来，不仅是谈公事，还有件私事。这是？打开看看。玻璃种帝王绿，好眼力！这个是你上次给我那块帝王绿原石的边角料设计的。我想这块石头是你第一个发现的，应该有一件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纪念品。这太美了，可是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比起你救我父亲，解开我家多年心结的恩情，这不算什么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哦，对，关于凌运珠宝的新品线，我有些想法。我想打造一个灵眸系列，主打高端定制，每件商品背后都有它自己的权威鉴定证书，并且讲述它背后的故事。这个想法很不错。现在的高端消费者不只在乎珠宝本身，更在乎它们背后的文化和独特性。这个是我根据灵眸系列设计的几款初稿。这款项链的设计很不错，但是底部的吊坠可以更大胆些，比如说加入一些不对称的元素，增加灵动性。我同意，你对美的感知很敏锐，我会交代下去，马上修改。另外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联合办一场发布会，邀请一些媒体和潜在客户参加，在现场展示我们灵眸系列的首批作品。可以啊，那时间定在下个月怎么样？可以，场地和宣传我来负责。那生产和质检就交给我。好。打扰了。林渊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下午才开会吗？有件急事想和你商量。苏氏集团最近资金链断裂，正在寻求并购。他们旗下的苏氏拍卖行是块不错的资产，我想和你一起拿下它。苏氏是苏冉家的公司。据说苏冉的父亲现在很着急，价格可以压得很低。可是苏氏拍卖行近几年口碑一般，业务也萎缩得很厉害。这正是机会，我们有你这位神眼，有严氏的珠宝渠道，有江家的人脉，还有我凌氏的资本，完全可以打造一个全京市最顶级的拍卖行。你说的对，如果能够收购苏氏，也算是对当年我受的委屈一个交代。
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。我已经让团队做了初步评估，这是方案。林渊，你准备了多久？从苏轼出问题到现在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心结，也是你扩张商业版图的好机会。谢谢你，林渊。是吗？其实我能为你做的远不止这些。我们还是讨论一下收购方案的事吧。啊，好。我的建议是，由你和你的鉴宝集团出面收购，凌氏和严氏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，这样不仅能保证你的控股权，还能整合各方资源。江家也可以拉进来，他们家在艺术品圈的人脉很广。好。资金方面，凌氏可以出60%，剩下的由你和严氏江家分担。那这样我资金的压力就会小很多。其实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支持你。林渊，我这个人不太会说太多甜言蜜语，但是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中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你救了我父亲，解开我家多年心结，更让我看到一个女孩可以如此聪明、善良、勇敢。我想和你走更远的路，不仅是商业伙伴，更是人生伴侣。言青瓷温柔体贴，姜丝阳光活泼，他们都很好，但只有林渊让我有心动的感觉。他沉稳内敛，却总在默默为我铺路。他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说到我心里。林渊，其实我也刘总，不好了，楼下有群人闹事，说我们集团卖假货。什么？没事，我们先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走。叫你们老板出来！你们这什么破鉴宝集团，卖给我的古董是假的，赔钱！这位先生，请您冷静，我们有专业的鉴定流程。冷静个屁呀！我花300万买的明代官窑花瓶，拿到别处鉴定，说是民国的仿品，价值30万。你们这是诈骗！先生，您好，我是柳世萌，是该集团的负责人。我想请问，您购买这件商品时是在我们哪个门店？有鉴定证书吗？你就是老板，这么年轻，看清楚了，这是证书，白纸黑字写着“明代青花缠枝纹瓶”。先生，请问您购买这件花瓶的时候有鉴定师吗？我怎么记得？反正就是你们的人。小陈，查一下这张编号对应的交易记录和鉴定师。好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没事儿，我能处理。刘总，查到了，编号对应的交易记录是一件清代玉器，不是明代花瓶，而且鉴定师的签字是伪造的。胡说！这证书就是你们开的。先生，我们集团的每张鉴定证书都有防伪水印和2维码，可以追溯所有信息。可您这张证书纸质粗糙，水印模糊，显然是伪造的。原来是来碰瓷儿的。就是，大眼盟鉴宝集团口碑一直好，怎么可能卖假货？你们合起伙来骗人！我要曝光你们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卖假货。先生，恶意诽谤商业信誉是违法行为，我已经报警并且联系律师。如果你们现在离开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；如果你们继续下去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是谁？凌氏集团，凌渊。凌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搞错了，我们这就走。谢谢你。应该是有人眼红你们成功，故意诽谤你们。我会联系保安团队加强安保措施。刘总，
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苏氏拍卖行目前负债1.2亿，净资产估值约8000万，而苏氏同意以1.5亿的价格出售全部股权。这价格可以啊，相当于打了6折。但我们需要承担所有债务，加上后续的投入改造，总成本不会低。你怎么看？价格可以接受，关键是收购后的整合。我建议将苏氏拍卖行更名为大眼盟集团，定位高端市场。我同意。严氏可以提供拍卖类珠宝工艺，还有技术鉴定。我们降价也可以拉来一批收藏家客户。我爸说了，全力支持之梦。谢谢你们，真的。那我们举手表决吧。同意收购方案的，请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启动收购程序。1周后，我要让整个京市知道，苏氏已经成为过去，新的大眼盟集团正在崛起。姐，我考上京大的考古系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家小凯真棒。多亏了姐，你帮我补习啊！还有，我现在在杨总的图书城做暑期工，赚了不少学费呢。你不用那么辛苦，姐姐现在有钱了。那可不行，我是男子汉，要自己赚钱。姐，等我学了考古，就可以帮你了。咱们姐弟联手，天下无敌。好，姐姐等你学成归来。喂，是吗？收购合同已经正式签署，苏氏拍卖行现在是你的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姐，谁呀？看你笑得那么开心。一个朋友。男朋友吧？是哪个？小孩子家的，别动我。累了吧？兴奋的睡不着，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我就收购了苏氏的产业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这只是开始，是吗？以你的能力，未来的成就会超乎想象。那你呢？你愿意一直陪着我吗？我愿意，只要你不嫌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林渊，那天你在办公室没说完的话，我想听。我想说，柳师梦，我喜欢你，不仅是因为你救了我父亲，也不是因为你的能力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。你聪明、坚强、善良，还保持一颗纯真的心。你不用马上回答，我可以等。不用等，林渊，我也喜欢你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很开心、很快乐。你总是默默为我付出，却从来不邀功。这样的你，我很心动。我也是。从遇见你第一刻开始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你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？真心话。是吗？这是……这个送给你。不是求婚戒指，这是一份承诺。是吗？我想和你正式交往，以结婚为目的那种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从千金破产到逆袭翻盘，从孤身一人到拥有爱情和事业，这一路走来虽然辛苦，但一切都值得。而现在，新的篇章才刚刚开始。林渊，我们才认识几个月，会不会太快了？不会，有些人认识一辈子，也只是泛泛之交，而有些人见面第一眼就知道是对的人。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啊？从遇见你开始，是吗？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想过很久。从你救我父亲开始，到后来看你每次闪闪发光的样子，我就知道，我想和你共度余生。是啊，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他值得信任，值得托付。喂，怎么了？刘总，不好了，大眼盟集团那边出事了，有人
在我们刚刚接手的仓库里纵火。什么？有没有人员伤亡？还好发现的早，火被扑灭了，只烧毁了一小部分发救温泉的区域。但是保安说看到一个很像苏冉的女人在附近出现过。苏冉，她还不死心？肯定是他，收购苏氏让他损失惨重，他这是报复。哎，别着急，我们去现场看看，我陪你一起。不，你就留在这儿，这是我和他的个人恩怨，我可以处理。是吗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让我帮你。柳世萌，仓库的火只是开胃小菜，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苏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也尝一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你以为收购了苏氏就赢了？我会一点一点把你拥有的东西都毁掉。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被你逼疯的。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没事，有我在。啊，刘总、林总，起火点是角落里的旧文件柜，应该是有人用打火机点着的。我们查了监控，发现起火前的几分钟，监控被人用黑布盖住了。不过大门外的监控拍到了一个女人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是身形很像苏冉。她就是苏冉，她走路的时候左肩有点歪，这是她小时候受伤留下的习惯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刚来过，说取证后会调查。损失大吗？只不过是一些陈年旧账本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，真正的拍品都存放在另一边的保险库里了，没有任何损失。苏冉应该知道，烧仓库伤不了我的根本，她这是在示威，也是在试探。加强安保，所有出入口加装监控，安排24小时轮班巡逻。好，是刘总。对了，小陈，我们集团总部的安保系统是不是上周刚刚升级了？对，用了最新的虹膜和指纹双重验证。好，立刻把世盟拍卖行的安保系统同步升级。另外，我想设个局。设局？你想引苏冉出来？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与其被动防守，倒不如主动引蛇出洞。你这太危险了，所以才需要你配合啊！下周5，世盟拍卖行会举办首场拍卖会的预展，到时候我会对外放出消息，就说我们得到了一件镇行之宝，会提前在集团总部的私人保险库展示，但只邀请少量 VIP 客人。你想用假消息引苏冉来偷？不，用真的。我从林家宝库得到的那件天髓玉胎，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它真正的价值。到时候对外我会说这是一件稀有的七彩琉璃心，估价8000万。你想用天髓玉胎引苏冉出来，那万一他真得手了？他不会得手，我会在保险库里安装隐蔽摄像头，并且我会让这块玉胎认主。认主？这几个月我研究这块天髓玉胎，发现它有一个特性，离开我之后，它的光华会变暗，重新回到我身边，光华就会恢复。所以你打算？如果苏冉真的来偷，那就让他偷走一块变成废石的宝贝，等警察抓到他，赃物的价值却大减，他的罪行会变轻吗？不，盗窃未遂和盗窃巨额财物量刑可不一样。你想让他自食恶果？这是他自找的。计划就是这样。太冒险了，苏冉现在走投无路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就是啊，世盟，要不然我找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怎么样？不用，集团的安保已经很严密了，而且林恩会派人暗中保护我。我已经调了一支可靠的安保团队，混迹在工作人员之中。我还是觉得不妥，苏冉的目标可能不只是偷东西，他可能想伤害你本人，所以更需要引他出来，一次性解决问题，否则他像一条毒蛇一样躲在暗处，我更危险。那我能做些什么？姜四，你负责散播消息，在你的朋友圈里不经意的透露大眼盟集团得到了一件稀世宝贝，但柳世盟很谨慎，只把它放在集团的保险库里。好，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在行，保证演得自然。那我呢？青瓷，这次拍卖会所需要的珠宝类拍品，需要严氏提供鉴定和文件担保，
这几天你多来几趟集团，显得我们很重视这次拍卖，侧面证实有重要宝贝的传闻。好，那计划就定在下周4的晚上，我会临时决定在保险库外面的会议室加班到很晚，给苏冉一个机会。放心，我会一直在你附近。苏冉，你会来吗？苏冉，果然是你！你算计我！抓住他！别过来！你已无处可逃，报警！刘渊，你也帮着他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苏冉，放下刀，你还有机会从轻处理。从轻？我的人生已经被他毁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在乎的？柳诗萌，我就是死也要拉着你垫背！刘小姐，我们需要您配合调查。另外，赃物在哪里？骚！这个就是价值8000万的宝贝？确实是他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苏冉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他刚刚明明还在发光呢。刘小姐，您确定这个就是失窃的物品？是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这上面好像被什么东西腐蚀了。苏冉，是不是你对他用了什么化学药品？我没有，我拿到手时他就是这样。是你们诬陷我，你们故意拿块破石头诬陷我盗窃！苏小姐，请你冷静，我们已经调查取证。你悄悄地进入柳小姐的办公室内，进入保险库，取出这个盒子人赃并获。那又怎样？它就是块破石头，根本不值钱，我构不成盗窃罪。是否构成犯罪，以及物品价值的认定，都需要专业机构来判定。但您非法侵入，持械伤人，这是事实。警察同志，这块玉胎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，即使它现在已经不值钱了，但它仍然是我的私人物品。苏冉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和故意伤害，我希望法律能给他一个应有的惩罚。柳诗萌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我出去以后绝对不会放过你！站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柳诗萌！真的，真的只是皮外伤。你的计划成功了，但太危险了。苏冉真的有刀。
想到他真的会带到，我以为他只是来偷东西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伤害你了。这个在这儿，你什么时候掉包的？下午就掉包了。真正的玉胎一直在我的口袋里。陈列架上那个是我让严氏珠宝的师傅用特定的材料仿制的，离开特定的光线和环境就会快速褪色。所以你早就知道它会变成废石，这样才能让苏冉的盗窃罪贬值啊。不过他持凶伤人，倒是没跑了，够他在里面待一整晚。还好伤口不深，应该不会留疤。留疤也没关系，就当留个纪念。纪念什么？纪念你英雄救美？纪念我第一次为你受伤，感觉很值得。油嘴滑舌。对了，苏冉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持械入室盗窃，故意伤害。虽然经鉴定被盗窃物品价格不高，但是结合其他罪行，判个3年以上没有问题。这次他真的完蛋了，他爸也救不了他，苏氏自身难保。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也算是咎由自取。心软了？不是心软，我只是有些悲哀。他原本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，但却要把自己陷在仇恨和嫉妒里。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作为付出代价。进。刘总、林总，大眼盟集团的首场拍卖会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始，所有拍品已经就位，媒体和 VIP 顾客也都已经确认了。好，加强安保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放心吧，刘总，已经安排双倍人手，所有进场人员都要经过严格的安检。辛苦了，去忙吧。紧张吗？有一点儿，这可是我收购苏氏后的第一次拍卖会，必须成功。放心，你有最好的拍品，最专业的团队，还有我。是吗？那幅林松轨真迹纯享小物图，林老爷子愿意以压轴拍品亮相，真是给足了面子。是林渊说服他父亲的。林老说，画作只有在真正懂它的人手里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。也希望这幅画能在拍卖会上找到属于他真正的新主人。是吗？我爸带了几个收藏家朋友过来，个个都是实力买，今天肯定爆。谢谢你，江思。吴老，您对这件藏品感兴趣？刘总，这件青花缠枝良纹梅瓶品相极佳，釉色纯正。不过，我总觉得底足的款式笔画稍微有些绵软，与我之前见过的一件馆藏珍品略有差异。吴老好眼力，这款的确与常见的雍正官窑款有所不同。因为这是雍正早年间御窑厂一位名叫刘瑾的匠人独特的笔法，他擅长此法，所以在雍正3到5年间为御窑厂烧制了少量瓷器。但此后他因故离开御窑厂，所以这种款式也就失传了。因此这款梅瓶反而是刘瑾款的孤品，因此价格更高。吴老，您看。这是博物院一位退休老教授的鉴定意见，里面详细考证了刘瑾本人还有这个款式的来历。您看看。原来如此啊，刘总果然专业。这件拍品，我志在必得。还好吴老只是提出了专业性质疑，不是来砸场子的。
你应对得很好，连吴老这样的行家都被你说服了。好累啊！今天晚上回家好好休息，明天的拍卖会才是重点。对了，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好了很多。你送那块天髓玉胎，我找人把它打磨成一个小挂架随身佩戴。他说最近睡眠好了很多，精神也足了。那就好，天髓玉胎确实有温养身体的功效。是吗？谢谢你，不仅救了他，还一直在关心他。你父亲也是我的长辈嘛。等忙完这阵子，我想带你去我家，正式见一下父母。好。刘总，不好了，压轴拍品春山小屋图不见了，保安队长在保险库等你。刘总，我们一直在这守着，期间没有任何人出入，而且查了监控，从昨天晚上封库到现在，一切正常啊。画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仔细检查保险库，看有没有其他出口或者暗格。展柜里面有问题。这是提前设计好的暗格，谁敢在我们眼皮底下动手脚？这个保险铺是收购苏氏后重新装修的吗？是原苏氏拍卖行修保险库的基础上改造的。苏然，他早就留了后手，他知道我们收购之后会重新改造，但某些隐蔽的结构可能还会保留。或许他收买了当时的工人。那画现在在哪？在楼下杂物间的通风管道，快！完好无损。没想到苏冉在进监狱前还留了这么一手，他想让我的第一场拍卖会开天窗，颜面扫地。看来他对拍卖行的结构了如指掌，必须彻底排查其他角落，确定没有其他隐患。还要加强对画作的看守，从现在开始到拍卖会结束，必须有专人24小时看守。是，刘总。这件事暂时保密，不要引起其他恐慌。明白。是吗？你还好吗？我有点后怕，要是到明天拍卖会开始前还没找到画作，那就……都过去了。苏冉现在还在监狱，他的阴谋不会得逞。好，我也更坚定了，我一定要把狮盟拍卖行做得比他父亲时期强1000倍100倍。紧张吗？有点，就像是要上考场的学生。你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拍品顶级，客户优质，团队专业。今天一定是狮盟拍卖行大放异彩的时刻。谢谢你，凌渊，一直陪着我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以后每个重要时刻我都会在。时间到了，该上战场了。我送你。欢迎大家参加大野盟集团的首场拍卖会。我们今天第一件拍品是青铜器，起拍价50万、55万、70万、 70万一次，70万2次，70万3次，成交。我们第二件拍品是南海观音，100万。成交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现在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压轴之作
林松谷先生早年真迹《春山小物图》，此画经由林老先生本人及多位权威专家认证，品相完整，流传有序，起拍价6000万，6500万，7000万，8000万，1个亿，1亿2000万。放心，画作本身的内容和故事性足以支撑高价。1亿2000万，3字，成交。刘总，感谢您让我得偿所愿，这幅画我会好好珍藏的。吴老您客气了，这幅画能找到真正懂他、爱他的人，是他的幸运。另外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最近正在筹备一个私人艺术馆，想聘请您作为特邀鉴定顾问，不知刘总你是否愿意啊？吴老您太爱了，这是我的荣幸。那后续的事宜就让小陈和您沟通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吴老在收藏界德高望重，有了他的支持，世梦拍卖行在业界算是立住了。总算没有搞砸。是吗？我们成功了！首拍总成交金额破了3亿，创了京市中心拍卖行的首拍纪录。哎，你也来了？世梦，严氏商会很高兴能与世梦拍卖行合作。谢谢，这是你们的功劳，没有你们不会有今天的成功。姐，我拿到京大考古系的录取通知书了。太棒了，小凯！还有，杨总工厂的暑期工结束了，他给了我一个大红包，说是奖励我勤奋。自己赚的钱自己花。不，我要存起来，以后给姐姐买礼物。姐，你这戒指是圆圆哥送的吗？你们是不是？小孩子家家，别逗我。诗凯来了，恭喜啊，林渊哥，你来的刚好。你什么时候正式成为我姐夫啊？这得问你姐。诗凯，好，我不问了。姐，我下午约了同学，我就先走了。林渊哥，照顾好我姐啊。世凯说的对，我什么时候能转正？你不是已经转正了吗？你那是交往的承诺，我说的是结婚的承诺。会不会太快了？不快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你留在身边了。是吗？嫁给我好吗？当然不是现在，是等你考虑好的时候。我会的。好。大野盟集团首拍成功后，陆续收到了大量的委托和咨询，预约已经排到下半年了。公司整体营收更是比上一季度增长了300%。牛呀，是吗？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明年就能进富豪榜了。世梦，严氏商会希望与你的鉴宝集团展开更深入的战略合作，共同开发高端珠宝定制市场。谢谢你青瓷，具体的合作方式我们可以让团队详谈。凌氏旗下的凌运珠宝和世梦拍卖行的联动性也很明显。凌某系列借助世梦拍卖行的平台，预约订单增长量增长了150%，这是我们多方合作的结果。看到你发展这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以后有任何需要，也是都是你坚强的后盾。谢谢你青瓷，一直这么帮我。还有我们江家也永远是你后盾。哎，对了，世梦，我爸说下周想请你和林渊哥一起来家里吃个便饭，认识一下。没问题。是吗？多吃点，你呀太瘦了。谢谢伯母。是吗？
听说你拍卖行办得非常成功，恭喜你啊！都是林渊和大家的功劳。是他自己争气。看你们感情这么好啊，我就放心了。渊儿，以后啊，对师萌可得好一些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妈，我肯定的。师萌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常来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谢谢伯父。还叫伯父伯母呢，是不是该改口啦？别着急啊，妈，等我们正式订婚。好，好，时候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。终于把积压的文件处理完了。累了就歇会儿。林渊，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。几个月前我还一无所有，被人嘲笑，可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了朋友，有了你，还有了新的家人。这不是梦，是你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换来的。可是，如果没有这个鉴宝能力，我可能……鉴宝只是你的一种能力而已，真正强大的是你自己，善良、坚强、勇敢，还有一颗永不服输的心，这些才是你成功的根本。谢谢你看懂我。我不仅看懂了你，还爱上了，是吗？等你弟弟上学之后，我们去旅游吧，就我们2个人，放松一下。好啊，去哪？只要有你在，去哪都行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刘总、林总，算的判决下来了。怎么样？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他父亲并没有为他上诉。知道了。另外，还有苏氏集团彻底破产清算，旗下剩余资产被瓜分。我们收购的拍卖行目前是集团最优质的资产之一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心里不舒服，有点感慨，一场恩怨终于落幕。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的代价，你的路还很长，不要被他影响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人生无常，更要珍惜眼前人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啊，对了，旅行的地点我想好了，我们就去云南怎么样？那边靠近翡翠原产地，我们可以边玩边考察市场。好，听你的。青瓷江四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听说某人正春风得意，我们2个特地来蹭蹭喜气。是吗？拍卖行的成功我们都看到了，恭喜。都是大家帮衬的功劳啊！对了，我刚好有事儿和你们商量。最近有一些海外收藏家问我，能否在欧洲举办一场中国古董珍品的专场拍卖。我在想，诗盟拍卖行是不是该走出国门了？海外市场确实潜力巨大，但风险也高，文化差异、物流运输、法律法规都是问题。严氏在欧洲这几家合作多年的珠宝商和画廊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牵线搭桥。我们江家在伦敦也有一个小展馆，虽然不大，但地段还不错，可以借给你们用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你已经有打算了？初步想过，首场可以设在伦敦，主打东方灵韵主题，聚焦明清官窑瓷器、翡翠玉雕和古典字画。严氏可以提供珠宝类拍品，江家提供场地和人脉，而林氏则负责国际物流和保险。很周全，但你还需要一个懂欧洲拍卖市场的人全程跟进。我打算亲自去，那你打算去多久？至少1个月。这次从筹备到预展到拍卖，我要全程参与。是吗？你要出国当文化大使？带上我，带上我！江四，你是去玩还是去帮忙的？当然是去帮忙了。我英语好，又懂交际，重点是还可以当保镖嘛。好，
那就让你当我的特别助理。那我陪你一起去。林氏那边走得开吗？刚好林氏在那边有家分公司，我就当去巡视下工作。主要是我舍不得你吧。好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出国这1个月，我可能会不习惯。才1个月而已，而且你不是一起去吗？那之后呢？之后你业务越来越多，可能会经常出差，甚至常住。我担心。担心我飞走了就不回来了？林渊，我的家在这里，有你在，有我弟弟在，有我们一起打拼的事业在。欧洲只是业务拓展，又不是移居，你才是我的归宿。我只是不想再有失去你的任何可能。不会的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无论去哪里，我都第一时间告诉你，然后尽快回到你身边。是吗？等这次欧洲拍卖会结束，我们订婚吧。我不是不想等你准备好，是我等不及了。好。这位是詹姆斯，伦敦艺术圈的老江湖了，人脉超广。詹姆斯业内信誉很好，有他助理，预展的邀请名单不用担心了。接下来就是拍品的筛选和运输了，是吗？你打算带来哪些压轴之作？林老的春山小物图已经拍出，不能再动了。但我手里还有几件从林家宝库选来的宝物，加上严氏提供的一道清代宫廷翡翠首饰，还有江家借出的一尊金佛，这些应该够分量了。翡翠首饰我可以亲自护送过去。金佛交给我，我跟我爹说过了，他让我全程负责，保证不掉一根金丝。那就辛苦大家了。下周我们集合在这里，把所有拍品做最后一次的联合鉴定和打包，安保系数调到最高。我会调动林氏最靠谱的押运团队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让狮盟拍卖行真正的响彻国际。姐，听说你要去伦敦搞拍卖了？消息挺灵通啊，怎么啦？想来玩啊？不是，我们考古系的教授啊看了你的专访，特别佩服，托我问问你，他能不能带2件教学用的仿制品去展览？不卖就陈列，想让外国的学生看看中国工艺。没问题，你列个清单，姐姐让人准备。谢谢姐。对了，你去国外这么久，林渊哥是不是也要去啊？嗯。那你们是不是要顺便度个蜜月啊？你小孩子家的，想什么呢？我都上大学了，姐。而且林渊哥对你是真好，你可得抓紧呀，姐。知道了，小凯。姐姐以前觉得这辈子能够还清家里的债务，让你过上好日子就够了。可是没想到现在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，还遇到了他。姐，你值得。你受了这么多苦，现在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你也是，你可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姐姐的鉴宝集团还等着你接班呢，知道吗？保证不辱使命。还不休息？马上了，你怎么来啦？知道你肯定在忙，给你带个粥，趁热喝。谢谢。林渊，你说我们这次能成功吗？当然能成，你有最好的拍品，最顶尖的团队，还有最坚定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，怕步子迈得太大，会辜负大家的期待。你还记着你第一次赌石开出帝王绿的时候吗？那时候你一无所有，但是却有敢于拼搏一切的心。现在你有人脉、有资源、有经验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我只是想做到最好。放心，在我眼里，你一直是最好的。林渊，等欧洲回来，我们就订婚，只请最亲近的人。都听你的。是吗？伦敦专场的财务报表出来，净利润比预期高40%。太好了！是吗？欧洲这家博物馆和画廊发来合作邀请，希望长期带领我们拍片。我家老爷子说了，这次呀，真给他长脸，让我以后就跟着师萌混。你们都在哪？姐，你教授说你在伦敦的展览太棒了，系里想聘你做客座讲师呢。看来大家都收获满满。这一路走来，谢谢你们。没有青瓷的鉴宝助力，没有姜丝的人脉支持，没有林渊的默默守护，没有小凯的信任陪伴，就没有今天的柳诗萌，更没有今天的大眼萌集团。都是你抓住了此机会。就是师萌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往后的路，我们大家一起走。一起走。干杯！